蘇晴，中了，真的中了，2000！你先别喊，確認過了嗎？確認8遍了，1等獎2000萬，我這輩子翻身了。我們那2張一起買的票？對，我那張中了，你別急，我這就給你分。收到了吧？15塊。票不是你付的錢嗎？1張15，我把本金還你，這樣最清楚，誰也不欠誰。所以2000萬是你的，15塊是我的。話別說的這麼難聽，中獎的是我那張票，本來就是我的。你人挺好的，我也不想占你便宜。行，收到了。我現在情況不一樣了，以後接觸的圈子、生活方式肯定也不一樣。我們再拖着，對你也不公平。你要分手？我只是覺得我們差距太大了，你會找到更適合你的。什麼時候來拿東西？晚點，我媽也過來，順便把房子的事說清楚。好。2清是吧？您好，正恒律師事務所。我要做一份戀愛關係解除和財產協議，加急。好的，蘇女士，您預計涉及多少財產？1套房，還有一份以後可能價值2000萬的承諾。2000萬？對，我要全程錄音錄像，2個小時內，律師能到嗎？我馬上安排。蘇晴，開門！有些賬今天必須算清楚。你還挺沉得住氣啊，進來吧。媽，換雙拖鞋。以後這房子都是咱們家的，我踩自己家地板還要換鞋。這幾年也沒見你把家收拾出什麼檔次。周凱現在2000萬身家，這房子確實配不上他了。你們來是拿東西，還是說房子？都說，先說人。以前吧，你1個月掙1萬多，我們周凱也差不多，我勉強認。現在不一樣了。2000萬是什麼概念？你懂嗎？不太懂，你可以解釋。他以後住別墅、開豪車，認識的都是有錢人。你這種普通上班族，再站他旁邊就不合適了。媽，別說的這麼難聽。難聽什麼？這叫事實。所以你們來替他分手？蘇晴，是我決定。3年，今天開獎之前你還跟我說年底領證。計劃趕不上變化。變化是2000萬。你非要這麼理解，我也沒辦法。行了，別跟他掰扯。感情能值幾個錢？當初買房，我們家出了20萬首付，現在你們不結婚，這20萬得退。首付一共50萬，我家30萬，你們20萬。房貸3年，一直是我每月8000在還。我不管誰還房貸，沒有我們那20萬，你買得起吗？那20萬，周凱當時怎麼說的？他說是提前給的彩禮。沒結婚就不算彩禮，現在就是借款。要不要我把當時周凱的語音找出來？蘇晴，沒必要把事情做得這麼難看。我只是把事實說清楚。事實就是，這房子該歸我們。你一個女人，分了手還霸着男方出錢買的房子，你要不要臉？你想要整套房？不是我要，是物歸原主。我弟以後也要結婚，這套房給他正合適。我現在有錢，不缺住處。你也這麼想？你放心，我不會讓你太難堪。你搬走以後，租房押金我可以給你出。多少？3個月吧，也算我最後照顧你。你笑什麼？我在算，我們3年的感情從15塊漲到3個月，房子確實升值了。蘇晴，你別陰陽怪氣。房子可以給你們。你說什麼？我說可以。你確定？確定，但我要簽協議。你想要多少錢？1分錢不要。那你想幹什麼？把今天的話白紙黑字寫清楚。既然要把房子說清楚，那就把錢也說清楚。你拿這些嚇唬誰？首付50萬，我家30萬，你們家20萬，裝修11萬6，我出了9萬8，3年月供，每個月8000，都是從我的工資扣。你住在裡面，難道不該還貸？周凱也住，他以後是你丈夫，現在不是了。兒子，你說，當初那20萬是不是借他的？周凱，你自己說，那20萬當時你怎麼跟我說的？我說算提前給的彩禮。闭嘴！很好，攝像頭還沒來，但我手機已經錄音。蘇晴，你非要弄得這麼難看嗎？不是我要難看，是你們既要分手又要房，還想把自己說成受害者。那你到底想怎麼辦？我說了，房子可以給你们。那還废什麼話？馬上簽！所以我請了律師，把你们今天說的每一句話都寫進去。誰？人到了。蘇女士，您好，協議已經按您的要求準備好了。簽個字而已，弄這些幹什麼？為了確保各方意思表示真實，也為了避免以後產生爭議，你早就找好律師了。
你給我15塊之後找的。第一條，蘇倩女士與周凱先生自今日起解除戀愛關係。周先生，請確認解除關係是否由您主動提出？是。原因？有什麼不好說的？兒子，照實說。我中了2000萬，我覺得我們經濟條件差距太大，繼續在一起不合適。記錄為周先生因中獎2000萬，認為雙方經濟差距擴大，主動提出結束戀愛關係。請把2000萬3個字寫清楚。有這個必要嗎？有。今天所有變化，不就是從這2000萬開始的嗎？已經寫明。第二條，房產目前登記在蘇女士名下，蘇女士自願將房產全部過戶至周凱先生名下，同時注明購房首付50萬元，蘇女士家庭出資30萬元，張女士出資20萬元。雙方確認當時係以締結婚姻為目的的婚前贈與，並非借款。等一下，怎麼？你剛才不是說要房嗎？房歸我們就行，為什麼非要寫那20萬不是借款？因為它本来就不是。媽，房子幾百萬，20萬還糾結什麼？行，只要房子过戶，這條我認。您確認當年20萬元並非借款？確認，不是借款，是彩禮。現在他把房還回來兩清。好，已錄音錄像。第3條。房產過戶完成後，各方之間所有財產往來、戀愛關係以及因此產生的爭議一併結清。周先生及張女士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干涉蘇女士，不得索取財物，不得騷擾、威脅、跟蹤或通過第3人施壓。這不是正合我們心意嗎？還有違約責任。什麼違約責任？如果你們以後又來找我麻煩，就賠錢。賠多少？2000萬。你瘋了！你想搶錢想瘋了！我把幾百萬的房子無償給你們，只換你們以後別來找我。只要不違約，1分錢都不用賠。這是雙方可協商條款，如果不同意可以刪除，房產過戶也可以重新談。周凱以後有2000萬，誰還稀罕回來找他？媽，這金額太高了。怕什麼？難道你以後還想跟他糾纏？簽，既然分了，我就不會回頭。這句話也請錄清楚。鏡頭一直開着。2000萬就2000萬。誰回頭誰是狗。從現在開始，各走各的。當然。房子過完戶，你趕緊搬，別賴着。放心，我比你們急。磨蹭什麼？進來。媽，房子真拿走會不會太過了？過什麼？他自己簽的。首付他家出了30萬，貸款也一直是他還。那是他自己願意。談戀愛3年，咱們家沒花錢，你給他買禮物帶他吃飯不算錢？那不是一回事。怎麼不是？你現在2000萬身家，心不能軟。今天你可憐他，明天他就敢拿3年感情來分你的獎。他已經欠了2000，這才對。錢到手以後，先把舊關係切乾淨，刪了。什麼？什麼？舊東西留着幹什麼？你以後什麼樣的找不到？6000萬的1等獎，兌獎需要預約嗎？中獎6000萬元，對，建議提前預約，並由本人攜帶中獎彩票和有效證件前來，我們會安排。明天上午9點。晴晴，怎麼這麼晚還沒睡？收拾點東西。你和周凱不是說年底領證嗎？你爸還念叨什麼時候跟他爸媽見面。媽，先不見了。吵架啦？分了。你人沒事吧？沒事。房子的事兒別吃虧，當初那30萬是你爸把定期都取出來給你的。房子我給他了。什麼？媽，我有安排，你信我一次。你從小主意正，只要不是被人逼的，爸媽不攔你。不是被逼的。那就回来，家裡永遠有你的房間。我先住酒店，過幾天回去看你們。蘇女士，行政套房1周，對嗎？对，我們為您安排了高層景觀房，需要禮賓幫您送行李嗎？需要。還有，我們早7點半叫車。好的，已為您安排。號碼確認物
蘇女士，恭喜您，謝謝。税費以及您自愿捐贈的部分都已確認，剩餘款項會轉入指定賬戶，請再次核退賬戶。沒問題。出於安全考量，建議您近期注意隱私，尤其不要向非必要人員透露中獎信息。我明白。你怎麼才來？中大獎的人時間就不是時間啦，我們等你快1小時。預約時間是10點，現在9點58。辦完就走吧，別再整。請雙方確認自願過戶。確認。確認。無償過戶，雙方已知悉相關後果。知悉。兒子，真成咱們家的了！爸，小聲点。怕什麼？这叫喜事兒。有些人3年都守不住一套房，有些人1天就能賺2000萬，這就是命。蘇晴，從現在開始，我們真兩清了。是啊，真两清了。您的第一目標是什麼？安全。第2是讓我父母以後不用擔心養老。第3，我不想因為突然有錢把生活過亂。很少有突然獲得巨額資金的人，第一句話不是買什麼。昨天有人替我把亂花錢演示了一遍。您短期內最好不要高調購買豪宅後車。我只想先有個真正屬於自己的住處。預算？舒服就行，不用證明給誰看。媽，你從哪兒翻出來的？書桌抽屜，我收拾房子的時候看見的。那是蘇晴的東西。房都過戶了，桌子也是咱家的。怎麼還有一張中獎票？凱子中2000萬，他那張能一點動靜沒有？中獎不是配對的。哥，要真也中了，你們之前又是男女朋友，是不是有你爸？我們已經簽協議了。協議寫的是房子，他要是早就中獎了，去瞞着那叫欺騙。哥，你不是還答應借我50萬開店嗎？我什麼時候答應50萬？還有你舅舅那套房首付，你弟畢業後的車，咱們現在都能安排。媽，2000萬不是2個億，所以他那張更得問清楚。電話給我，我問他。別鬧太大。我問你呢，那張彩票是不是也中了？你們進我房間翻東西了？什麼叫翻？那房現在是我們家的，桌上東西当然也是我们家的。我的私人物品我已经帶走了。少繞彎子，我看到一張彩票跟周凱那期差不多，中了多少？沒中。你說沒中就沒中，拿給我看。憑什麼？憑那票跟周凱一起買的，你們當時是男女朋友，買彩票也一直一起買。周凱中了2000萬，你那張就算中了，也是我們周家的。阿姨，協議第3條你忘了？少拿那破紙嚇唬我。房子已經過戶，你們也拿到了，現在再來問我的個人財產，就是違約。你敢威脅我？我只是在提醒你。我告訴你，別以為搬出去就找不到你，你要是真中了獎還敢藏，我讓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麼東西。說完了嗎？你電話錄音保存了嗎？全都保存了。他們已經踩到邊界，但如果要主張高額違約責任，最好有更完整、更直接的證據。他們不會聽。您怎麼確定？因為他們現在不是想知道我有沒有中獎，他們已經默認，只要我有錢，那錢就該有他們一份。那您想怎麼做？給他們一個能找到我的機會。公開場合，全程監控，安保在場。再加一個他們足夠感興趣的誘餌。比如？告訴他們我要簽一份信託確認文件。我明白了。蘇女士，有2位客人剛才到前台詢問您的房號，自稱是您男朋友和未來婆婆。我沒有男朋友，也沒有未來婆婆。我們沒有透露任何入住信息，對方情緒比較激動，保安已經請他們離開。有監控嗎？大堂公共區域全程有監控，麻煩幫我保留今天相關時段的監控錄像，我律師可能會聯繫酒店。我們會加強您所在樓層的訪客登記，您放心。麒麟，別看去，我們周凱對他多好啊，買房出錢，談戀愛花錢，結果他一聽說分手就把另一張彩票藏了。那票的錢還是我兒子出的，我跟他們吵了一早上，你別生氣。你別替我吵。這麼泼冷水。他們現在說的越多，以後越難收。你是不是留證據了？把張翠芬在群裡說的話全部截圖，原始語音別刪。好。還有，如果周凱問你我在哪兒，別主動撒謊。什麼意思？他遲早會問。媽，你別到處說了。問
为什麼不說？他怕了才躲。現在誰都不知道那張票中沒中獎，沒中他為什麼不拿出來？也可能真扔了。你傻，你那張能中2000萬，他的號碼跟你就差那麼幾個，說不定也是大獎。他平時連幾百塊都算得清清楚楚，這次幾百萬的房說給就給，為什麼？只有一種可能，他手裡有更大的。媽，你別胡猜。是不是胡猜？找到他就知道。小林啊，你不是跟蘇晴關係好嗎？他最近住哪兒啊？他們真問我了，你怎麼說？我說不知道，辛苦你。我還是不明白，你為什麼不直接把中獎的事告訴他們，讓周凱知道自己15塊甩掉一個6000萬女朋友不是更爽嗎？現在告訴他，他會後悔，這不正好嗎？後悔不等於認錯，他只會後悔沒拿到我的錢。我想看清楚，在他不知道我有6000萬的時候，他能把事情做到多絕。然後呢？然後再告訴他，那會很疼。15塊到賬的時候，我也疼過。地點選在我們樓下一層咖啡廳，公共區域，4個監控，保安2分鐘能到。他們帶人來怎麼辦？安保會提前關注，只要沒有現實危險，我們先固定證據。一旦有肢體衝突，立即介入。消息怎麼放出去？讓助理在一個共同熟人面前無意提起。您今天下午3點會來簽印托確認函。別說金額。當然，越不說，他們越會猜。攝像呢？我會在附近，您的手機也全程錄音。好。蘇女士，我再提醒一次，這不是電視劇。真正發生衝突時，優先安全，不要為了證據激怒對方。我知道。女士，您的咖啡，謝謝。蘇晴，可算讓我逮到你了。你們還是來了。你躲什麼躲？心虛了是不是？我為什麼要躲？彩票呢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那張彩票跟我的同一天買，同一批買，你敢說跟我完全沒關係？你的那張中獎，所以15塊還我。我給你15塊是還本金，不代表什麼？把包打開。你想搜我的包？我們只是看彩票。不可能。蘇晴，我給你最後一次機會，把彩票和兌獎記錄給我看，沒中我們馬上走。如果我不呢？你別逼我。你想怎麼樣？妹子，都是熟人，別把場面弄難看。你是誰？我是周凱表哥。所以你們3個人來堵我？沒人堵你，我們只是講道理。帶着人威脅我開包，這叫講道理。你要是聰明，就別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。這棟樓10幾家律師事務所，你確定要在這裡對我動手？律師怎麼了？律師就能幫你搶錢？我沒搶。那你把票拿出來。不拿。你不拿，我今天就不走，我就在這兒坐着，讓所有人看看。隨你。張女士，做之前最好先看一眼您自己簽過的東西。李律師，周先生，好久不見。這是我們的家事，你少插手。第一，蘇晴女士和周先生已經解除戀愛關係。第二，3位簽署的協議約定雙方互不干涉，現在沒有家事。那協議就是嚇唬人的。要不要我把您親自簽字的第3條念一遍？你念，誰怕誰？協議簽訂及房產過戶後，周凱及關聯人張翠芬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蘇慶生活，不得進行騷擾、跟蹤、索取小財物或通過第三方施壓，如有違反，承擔違決責任，約定金額人民幣2000萬元。我們沒有騷擾，我們是在追討共同財產。證據呢？有一張彩票就屬於你，那張跟我的一起買的。誰付款？以前都是他付。登記在誰名下？彩票哪有登記？那您憑什麼認定歸您？張女士，您剛才在公共場合多次指控我的當事人吞錢白眼狼，周先生還帶人員進行人身威脅，咖啡廳監控、現場證人以及我當事人的錄音都在。你們算計我！我坐在這裡沒叫你來。你們已經給了我們非常完整的證據，是否承擔約定違約責任，需要按證據和司法程序主張。但有一點可以確定，我不認，我是他長輩，我說他2句怎麼了？簽協議的時候，你不是說誰回來誰是狗嗎？你故意的！房子是你們要的。周先生、張女士，我正式代表蘇女士通知2位，自今日起，我們將啟動違約責任主張和財產保全準備。財產保全？如果法院依法受理並支持保全申請，您名下相關資產可能在訴訟期間受限。你敢动我兒子的2000萬？是否凍結由法院決定。你把房送回來又在這兒埋坑，你就是想吞我兒子獎金。我如果想要他的獎金，為什麼要先送他一套房？
那里面是什么？跟你无关。信托文件，你果然有钱！听见没有？他承认了。我承认什么了？你中奖了。证据？你不敢把彩票拿出来，就是证据。拒绝向钱文福展示个人财产，不构成任何证据。你把那张票拿出来，只要日期跟我的同一天，我就能证明我们是一起买的。你想看日期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周先生，请看购买日期。这不是这张，怎么会不是那天？还有付款记录。购票款来自苏女士个人账户，发生于你们关系解除后。他换票了，他还有一张。你说的是以前那张？对，扔了。没中奖的废纸，我留着干什么？你撒谎！那你们拿证据。你一定兑过奖。哪一期？多少钱？什么时候兑的？在哪家银行？你连我中了没有都不知道，就带人来堵我。你只是觉得，只要我手上可能有1塊錢，你就該分走5毛。夠了！你故意讓我在這麼多人面前丟臉。我沒讓你來。如果你不來，什麼都不會發生。蘇晴！先生，請冷靜。放開我兒子！這就是你所謂的感情。你別裝，有本事你告訴我你到底中了沒有？你沒資格知道。報警！別報警，都是誤會。誰報警？我，現場監控錄音都在。先生，請配合。是他先騙我。有什麼財產爭議，走法律途徑，動手不是解決辦法。你非要把他送進去，你們3年感情都餵狗了。阿姨，15塊轉賬的時候，你怎麼沒問3年感情去哪兒？那是你自己願意的。房子過戶的時候，你怎麼沒問？對，今天也是你們自己來的。蘇晴，你會後悔的。我最後悔的是3年前沒早點看清你。咖啡廳的全部錄像已經調取，我們可以着手起訴，同時申請相應財產保全。做吧。您確定？他已經告訴我答案了。什麼答案？如果有一天我窮了，他會把我丟掉；如果有一天我有錢，他會回來搶。那就讓合同說話。訴訟已經受理，基於現有證據，我們申請了財產保全，具體範圍以法院裁定為準。房子呢？如果被列入保全範圍，在案件處理期間不能隨意處置。他剛到手2天，所以才會更心疼。他人呢？他因現場衝突接受行政處理，具體結果由相關機關決定。張翠芬今天給我打了7個電話。說什麼？前3個罵人，後4個求談。不用談。他說願意把房子還給你。我不要。那房子您付了大部分錢。我送出去不是因為它不值錢，是因為我想讓他們親手把佔便宜這件事簽死。明白。賬戶怎麼會不能動？女士，具體情況涉及賬戶本人和司法流程，我們無法向非本人透露。我是他媽！抱歉。你別摔了，親手金1萬多。1萬算什麼？我們家有2000萬。現在拿得出來嗎？都是蘇晴那個女人。一開始我就說了，人家姑娘跟他3年，中獎了也別做絕。你們非要房，非要去堵人。房子到手的時候你怎麼不說？我是高興，但我沒讓你去搶他彩票。那票要是中了幾千萬呢？不是你的錢，幾億也不是你的。等周凱回來，讓他認錯，別再鬧了。認錯？他要我們2000萬？那是你們自己簽的。蘇女士，這套1樓帶院子，安靜，採光也不錯，唯一就是總價不低。可以全款。那付款週期可以很快。您是打算投資還是自住？自住。一個人？目前是。這院子其實很適合一家人。一個人也可以先把家過好。張女士，周先生的尾款一直無法支付，訂單需要重新確認。定金保留有期限，如果是司法流程等原因導致無法支付，我們只能按合同條款處理。我兒子有2000萬，這點錢算什麼？我只看合同和到賬記錄。凱子答應給我的首付什麼時候轉？哥，我店面都簽意向了，50萬什麼時候到？車我不要了，別再到處說中獎。您撥講的電話暫時無人接聽。2000萬還沒花到手，你們先許出去幾百萬。那些都是親戚，有錢時喊你翠芬姐，錢一受限，2天就來催。只要蘇晴撤訴，這些事不就都能回來了嗎？他憑什麼替我們的貪心買單？他不撤，我就讓他也別想好過。
又有人劝你大度。他们怎么不劝周凯当初大度点，给你分个10塊8塊的？你終於笑了。我最近第一次覺得15塊也挺有喜劇效果。定了，帶個小願。我給你送一棵發財樹。別，最近看發財2個字有點過敏。瘦了，酒店飯太健康。誰說健康不好？少油少鹽。別岔開，青青，那房真給他啦？你手裡還有錢生活嗎？有，你別為了爭口氣把自己掏空。爸媽，我有件事一直沒告訴你們，我也中獎了。多少？6000萬。多少？6000萬，稅和捐贈處理完，剩下的錢已經做了規劃。周凱知道嗎？不知道。先別告訴他，一個能因為2000萬把3年感情都踩爛的你，知道你有6000萬，只會更瘋狂。錢不錢的先放一邊，你人平安就行。爸媽不要你的寄託，也不要你給我們買什麼。我只是想讓你們以後不用擔心。我們最大的擔心就是你。那2000萬官司，你想清楚就做，別因為別人說你狠就懷疑自己。爸，你不覺得我是在報復？合同是他簽的，房是他拿的，人是他賭的，你只是沒替他承擔後果。成年人最貴的一刻，就是自己做的選擇，自己買單。院子這面牆可以做一排花架，您喜歡什麼花？容易活的，比如月季。好。蘇晴，能見一面嗎？可以跟律師說。我不想跟律師說，我只想跟你說。我們沒什麼可說的。半小時，就半小時，我保證不鬧，求你。以前我們常去的那個公園，半小時後。好。你買車了？租的。走走吧。對不起，這15天我想了很多。我承認，我中獎以後飄了，以前窮怕了，突然看到2000萬，腦子裡全是別墅、豪傑車，別人羨慕。所以第一件事是甩掉我。我以為以後我們差距會越來越大，我怕你跟不上我的生活。現在呢？我知道錯了。你是知道錯了，還是知道錢可能沒了？蘇晴，你一定要這麼說話嗎？是你約我來的，說重點。撤訴吧，那2000萬是我唯一翻身的機會，現在房子被凍結了，我媽天天哭，我爸還罵我，我真的承受不住了。所以呢？看在3年感情上，放我一次。3年感情？還記得以前住10幾平方米的出租屋嗎？我加班回家，你總給我留飯。我那時候真的想過，等以後有錢了買個大房子，再要一個孩子。2個？你當時說要2個，一個像你，一個像我。你都記得？我記得。所以那15塊才那麼清楚。我去買水。暫時完成。連20塊都不讓我刷。你以前不會這樣。以前你手機沒電，我會替你付，因為那時候我們是一家人。我們本來就快成一家人，我一直沒扔。去年我們看中的酒店，我後來還交過2000定金。本來想給你驚喜。什麼時候交的？上個月。那你中獎以後退了嗎？退了。我當時覺得從使用解釋。你今天把已經退掉的定薪單帶來，不是為了紀念，是為了讓我心軟。我是真後悔。你後悔失去的東西很多，婚宴、房子、獎金。還有我，你一定要把我說的這麼不堪？不是我說，是你每一次選擇自己排出來的順序。我承認，那15塊做得過分，可我當時真沒想那麼多。你備註寫了什麼？說。彩票款2000，是你親手寫的。我可以道歉。那你和你媽上門說過的話，道歉能收回嗎？我媽那個人你知道，她嘴壞。他羞辱我時，你沒走。他說房子是周家的，你點頭。逼我過戶時，你簽字。房子我可以還給你。我不要。那你還想怎麼樣？我什麼都不想要。那你為什麼起訴，還把錢凍住？
因為你簽完協議還騷擾威脅，甚至動手。那是因為你藏彩票。到現在你還覺得是我的錯？如果沒中獎，15塊合理；如果中100萬，你會要50萬。別說了。如果中6000萬呢？你什麼意思？你那張真中了？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為什麼敢把房子給你嗎？多少？先回答我，如果那天你沒轉15塊，而是說一人一半，現在會怎樣？我們可能已經在看婚房了。不，那套房就是婚房，我甚至不要求一半，你哪怕只願意給我100萬，說剩下的一起規劃，也不會走到今天。你到底中了多少？自己看。这9位數，假的？你可以查到纸匹机構。你一個月工資1萬多，怎麼可能突然有這麼多資產？你不也突然成了2000萬富翁？還記得我們一起買的那期彩票嗎？你的那張中了2000萬。你的？我的那張拽加投注1等獎6000萬。6000萬？對。你騙我！你要是真中了6000萬，那天為什麼不說？我正要說，你沒給我機會。你先說我給你分，再轉我15塊，緊接着你說差距太大，讓我找別人。你可以告訴我啊，你只要告訴我，我們根本不用分。所以，不分手的條件是我有6000萬。我不是這個意思。如果我知道你也中獎了，我不會覺得我們差距太大。你終於說實話了。你不是發現不愛我，你只是發現我不值錢。不是，2000萬讓你覺得自己貴了，15塊讓你覺得我只配拿回成本。蘇晴，我們可以重來。不能。為什麼不能？我們本來就計劃結婚，我們加起來8000萬，房子、車、旅行什麼都有了。聽見了嗎？什麼？你第一句還是8000萬。別走。鬆手。我錯了，我真的錯了。你要房子我還你，你要我跟我媽斷絕個往來都行，我們重新開始。你不是想重新開始，你是想重新分配獎金。我可以簽婚前協議，你的6000萬都歸你。然後你每天看着我6000萬，告訴自己不惦記。我發誓。你也發誓過要跟我過一輩子。周凱，你輸的不是6000萬，你輸的是在真正有選擇的時候，你選了最壞的那個自己。蘇晴，求你再給我一次機會，我愛你。如果我只有15塊呢？看，這就是答案。蘇晴，我承認我剛才提前了，可人活着誰能不考慮現實？所以你考慮現實，我也可以。你現在有6000萬，還要我2000萬，你不覺得太過分了嗎？終於繞回來了。我不是這個意思。你每次說不是這個意思，後面說出來的都是同一個意思。你已經比我有錢了，那2000萬對你來說根本不重要。對我不重要，對你就可以不守約。你這是報復。也許你到現在都不懂，我要的從來不是你的錢。那你撤訴。不撤。為什麼？因為人不能每次做錯事都用一句我後悔了把後果抹掉。我們3年啊！3年不是免罪牌。你就一點感情都沒有了？有過，被你15塊結清了。我為什麼不能等一天？我為什麼要那麼急？我為什麼不能等一天？6000萬，6000萬！你在哭什麼？我把我們2個的未來毀了。不，你是在哭你沒拿到6000萬。不是。如果我告訴你我中獎了，但我決定把6000萬全部捐掉，你還會在這裡求復合嗎？夠了。我媽找李律師幹什麼？你回去問她。你到底幹什麼了？你那本項目賬我拿給律師看了。媽，你瘋了！我不能看着2000萬全沒了。媽，那賬本你從哪兒拿的？你房間抽屜裡，你自己寫的。那是公司項目備用金的臨時記錄。什麼叫有用？所以才有用啊！我告訴他，你買彩票的錢有一部分是從備用金裡先墊的，獎金要是有問題就不能全給蘇晴。你知道你在舉報什麼嗎？我舉報的是他不能搶咱家錢。你舉報的是我。兒子，
几千塊而已，你補回去不就行了？公司不知道這事兒。那現在知道了也沒什麼，你都中獎了。媽，你把賬本交給誰了？還沒交原件，我說要見蘇晴，只要他撤訴，我就不交。蘇晴，你聽見了？你讓李律師別收。那是你和你母親的事兒。他真把東西交出去，我工作都可能沒了。你挪沒挪項目備用金？我只是臨時借用，幾天後就補回去了。有沒有授權？那你現在應該找律師，不是找我。蘇晴，蘇晴，我不會拿你母親的證據跟你做交易，也不會為了你把證據消掉。你非要看我死？這件事不是我做的。張翠芬的確提出用一份賬本換您撤訴，拒絕。我已經明確告訴他，刑事或公司內部問題與民事糾紛不是交換籌碼。如果掌握真實線索，可以依法向有關單位反映。他怎麼說？他問，如果舉報親兒子，能不能讓他分到獎金？我第一次見到這種母親。他不是今天才這樣，只是以前沒有2000萬讓大家看清。他說要到您的新住處找您。他怎麼知道我有新住處？暫時不知道。你拿這個去找李律師的時候，有沒有一秒想過我會怎麼樣？我問過人了，幾千塊而已，你又補回去了，最多就是公司處分。你根本不知道会怎樣，你就敢拿我去賭？那2000萬都快被他拿走了，我不賭怎麼辦？所以只要能保住錢，兒子也能壓成桌。我是你媽，我还能害你？你已經害了，真是你舉報的？我那叫自救。救誰？救這個家。這個家什麼時候變成只剩錢了？沒錢你拿什麼活？沒中2000萬以前，我們不是也活了30年？我用15塊把蘇晴趕走，你用一本賬把我推出去。你什麼意思？沒什麼意思。蘇晴，你連面都不敢見我。有律師在，夠了。你不是要證據嗎？我手上就有。周凱買彩票那陣子動過公司項目備用金，你要是繼續告他，我就把這東西交出去。你是在威脅誰？我是在跟你談。張女士，請注意措辭。我兒子2000萬都快被他搶走了，我還注意什麼？你想要什麼？撤訴，房子我們可以還你，獎金1分不能動。然後呢？然後大家两清。你們特別喜歡這2個字。你現在有6000萬，何必盯着我們2000萬？誰告訴您蘇女士有6000萬？周凱說的。他回去告訴你了。晴晴啊，你看，其實阿姨以前也沒真討厭你，剛才還叫我蘇晴，現在又叫晴晴了。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你和周凱結婚，我保證不管你們。我不結。媽，你怎麼來了？把账本給我吧。行，那是我的東西，现在是咱家最後的籌碼。真準備舉報我？只要能保住錢，那是我的命。2000萬也是我的命。我終於知道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了。你什麼意思？我以為我是突然變壞的，原來我只是跟你學得太像。你胡說什麼？我是你媽。所以你就能拿我的賬本威脅別人？我是在救你。你有沒有想過，這東西一旦交出去，我可能丟工作，甚至惹上更大的麻煩？幾千塊能有多大事兒？那幾千塊沒經過審批，你不是補回去了？補回去就代表沒發生過。你現在跟我講法律，你當初去找蘇晴的時候怎麼不講？你看你自己都知道，錢比那些規矩重要。不一樣。有什麼不一樣？你為了2000萬甩他，我為了2000萬保住咱家，有什麼錯？6000萬他一個女人拿着也是浪費，你把他哄回来，8000萬都是咱家的。他不會回来了。那就告他說你們共同買彩票。沒有證據。找證人。媽，夠了！你衝我喊什麼？我現在終於明白他為什麼看不起我。沒出息，2000萬都守不住，還來教訓你媽。这錢我寧可1分不要。你敢？給我。不給。周凱，這是什麼賬？公司最近正查項目備用金。你這個名字，我昨天就在異常流水裡見過。劉經理，你聽我解釋，回公司解釋。這是我們家的東西。如果涉及公司資金，就不是你們家的東西。走吧。現在滿意了嗎？3筆，共計6400元，沒有審批，先從備用金轉出，數日後歸還。
我承認流程違規，但我補回去了，公司没有损失。是否造成實際損失，如何定性，需要進一步調查。公司先對你停職。我當時只是手頭緊，手頭緊，所以拿項目備用金買彩票？不是全部买彩票，是不是？你自己说明。还有，你最近的社会纠纷已经影響公司声譽，網上那段咖啡廳視頻，董事会看见了。那是私人纠纷。你穿着公司活动发的西装，胸牌還在口袋裡，評論區已經有人扒出公司。我的獎金被凍結，工作再沒了，我怎麼辦？這個問題，你應該在拿公司錢之前問自己。怎麼樣？公司怎麼說？停職。就停職？那没事儿。还上那破班。你現在還只想着2000萬？不然呢？我可能要賠公司，可能要被處分。律師說還要看後續調查。他逼我們要房了嗎？沒有，是我們上門搶的。他叫我們去咖啡廳了嗎？沒有，是我們追過去的。他逼你拿賬本舉報我了嗎？也沒有。我都是為了你。你是為了錢？你不也是？對，我也是。所以我現在這樣，活該。兒子，你出去。這是我家。你怎麼突然回來了？不是還沒放假嗎？我請假。學校出什麼事兒了？同學都知道哥中獎鬧分手，在咖啡廳被帶走，還有人把視頻發班群。那些人就是嫉妒。等2000萬回。媽，能不能別再說2000萬了？我不需要你們給我買車，也不需要哥給我婚房，我只想正常上学。對不起，哥，我以前真的很羡慕你。你們總說蘇晴姐狠，可她從來沒來學校找我，也沒給我同學發過任何東西。真正把事鬧到所有人都知道的是你們自己。去休息吧，明天我陪你回學校辦手續。你真不去看周凱现在多慘？有什麼好看的？公司停職，他媽把他賬本捅出去了。群裡都傳瘋了。你一點都不爽？剛知道的時候有一點。那2000萬官司呢？繼續。這還不叫補刀？那是已經發生的違約，不是我後來加的。明白了，你不是要他慘，你是要賬算清楚。對。對方提出調解。什麼方案？周凱願意返還房產，並支付一部分現金，希望您放棄其餘違約主張。房子我不要。您可以變現。那套房對我來說已經不是資產，是過去。那現金呢？依法依合同走，法院怎麼認定，我接受。您不堅持，必須拿滿2000萬。我堅持的是讓他們為違反自己協議負責，最終數額由法律程序決定。這會讓您的立場更穩。之後所有聯絡都通過你，我不再見周凱，也不見張翠門。好。如果最後真的有賠償款，我有一個安排。什麼？先不說，等結果。这裡可以做小型展覽、工作坊和社區放映。預算如果壓縮3個月能開。你不是說先休息？休息夠了，準備自己創業。你真的想好了？以前我總把穩定理解成不換工作、不換城市、不換關係。現在我想把穩定放在自己手裡。那工作室名字定了嗎？晴川，你的晴？川是流動，聽起來不像一個剛結束官司的人取的名字。雙方爭議焦點主要是協議第3條的違約責任，以及實際違約行為損失與約定金額是否適當。周先生，對簽約真實性有異議嗎？沒有。對咖啡廳發生的騷擾、威脅行為有異議嗎？沒有。是他故意設局，是否設局需要證據。蘇女士，是否接受調解？可以聽方案。考慮到房產價值、現金以及周先生當前其他糾紛，希望以現有可行財產為基礎，一次性解決。具體金額請書面提出。我只有一個請求。請說。不管最後賠多少，房子別賣。為什麼？那是我們原來準備結婚的房子。你拿到房產證那天，已經把親戚叫進去慶祝，新生活開始了。它不是我們的婚房了，你親手改了它的意義。蘇晴，我不會再糾纏你。最好。6000萬的事我沒告訴別人，除了我媽。謝謝。我知道這句謝謝聽起來很可笑，至少你這次做對了一件事。如果那天我把2000萬分你一，別問。為什麼？因為人生沒有重購彩票那一欄。你會結婚嗎？會不會，都跟你沒關係了。明白，這次真兩清。
這次不用備注了。案件處理結果出来了，結合協議實際違約行為及可執行財產，最終責任已經確定。周凱名下獎金及相關資產將按生效文書處理，房產也涉及處置。他公司那邊呢？那是另一條線。公司追究其違規使用項目備用金的問題，具體責任由相關程序處理，您這邊不需要參與。您之前說如果有賠償款，有安排。我不要。您確定？確定。數額不小。我已經有足夠的錢，實際取得的賠償部分全部捐給失學女民助學項目。具體怎麼處理？依法扣除必要費用後，我實際取得的賠償部分全部捐給失學女童助學項目。房產如果最終由我方取得可處置權益，也按合法程序变現後一起捐。匿名？對外匿名。沒了，真的沒了，2000萬啊！我們本來能更住別墅。別念了，都怪蘇晴，還怪他，是他讓你去搶房，是他讓你追着彩票，是他让你把兒子账本拿出去。我都是為了這個家。你把家都折騰散了，小兒子已經不敢回學校，周凱工作也沒了，你還只會念那2000萬。有錢就什么都有。現在沒了。蘇女士，您確定不公開個人信息？這筆捐贈規模很大，公開對您個人也有正面影響。不需要。那我們只保留捐贈項目名。可以。您指定用於山區女嬰持續教育，對嗎？覆蓋學費、住宿以及高中階段助學。對，不要一次發完，做長期跟蹤。明白。你真一分不要？我要是你，我至少留那套房賣掉買包。你想要什麼包，我送你。別，我現在聽見送字兒都怕。捐贈人名稱最後確認寫蘇晴與周凱。是。讓一個錯誤的故事最後變成幾十個女孩繼續上學的機會，這樣比留一套舊房值。謝謝叔叔阿姨幫助我們，我以後想當醫生。哭了？眼睛乾。行，6000萬富婆眼睛容易乾。閉嘴。不回？不用。你真把那筆賠償和房子處置款都捐了？沒留一點兒。我自己的6000萬夠用了，那筆錢留在手裡，每次看賬戶都像在看舊賬。你還寫了你和周凱2個人的名字，3年不是假的，結局很難看，也不代表所有過去都要燒掉。不怕別人說你裝大方？已經有人說了。誰？我去跟他講。媽，不用了。做一件事如果是為了讓別人閉嘴，那永遠做不完。所以我沒公開。那你以後打算幹什麼？第一次來司賬？第一次。一個人？現在是。現在是，說明以後不一定。以前我出門總習慣看手機，怕有人找，怕消息回晚，怕家裡燈沒人留。現在呢？現在發現世界斷網幾個小時也不會塌。很多人來這兒找自己。我不找。那你來幹什麼？看看除了我那點破事兒，世界還有多大。我辭職來的，幹了8年，老闆連我生日都記不住。我離婚來的。蘇老師呢？分手。誰甩誰？他甩我。那你這狀態挺好啊。最開始不好，我就走出來。不是某一天突然走出來的，就是有一天吃飯，發現自己一整天沒想起他。又過幾天，發現1個星期都沒看以前聊天記錄。以後還談嗎？怕了？不知道，不是怕，是不急了。今晚不處理。老闆也能休假？剛學會。來旅遊還工作？還有2個項目收尾。你住了3天，每天上午電腦，下午逛，晚上看書。別人來古鎮喝酒豔遇，你向來換地方上班。那我今晚去喝酒。一個人？你們酒館不接待一個人？接，最喜歡一個人來的，桌子占得小。失戀？這麼明顯。一個人旅行的女人，大多不是失戀，就是辭職。那我算前者。還想他？偶爾想起，已經不是想念了。那就是好了。這麼簡單。人真正放下一個人，不是恨不恨，是提起他的時候，不想證明自己過得比他好。你現在想證明嗎？不想。那今晚可以喝酒。下一首，有人點歌，唱首失戀的。失戀歌太多，點具體的。不點失戀，唱首開心的。這麼難？那唱一首適合重新開始的。
一個人？對，方便認識一下。喝一杯可以，其他不保證。很公平。加個聯繫方式。不用了，旅途認識就留在旅途吧。也公平。祝你玩得開心。你也是。昨晚酒館有沒有帥哥？有。加微信了嗎？沒有。你這趟白去了。我以前總覺得一段關係結束就得趕緊有下一段，好像這樣才能證明我沒輸。現在呢？現在覺得一個人吃飯、旅行、回家也沒什麼抒情。你是真的出來了？可能。下一站去哪兒？巴黎。姑娘，能幫我拍張照嗎？當然。拍得真好，你是攝影師？做文化項目偶爾拍。一個人來巴黎？我年輕時想來，拖到70歲才來。70歲來也很好，所以我現在不等了，想去哪兒就去，想見誰就見。錢攢夠了就花一點，身體還走得動就走。很有道理。你呢？看起來像有心事。以前有，現在快沒了。那就別撿回來。你喜歡這幅？挺喜歡。作者是很年輕的亞洲藝術家，價格目前不算高，需要了解嗎？可以。如果需要，我可以為您保留1天。好，我想想掛在哪裡。很多客人先問升值空間，您先想掛哪兒？您很像真正喜歡畫的人。以前我也會先算值不值，現在不算，現在也算，只是值不止一個價格。蘇姐，你終於捨得回來了。項目堆成這樣，我再不回來，你就要辭職了。我哪敢？老闆出去環遊世界，員工替老闆守江山，獎金加1000。老闆旅行辛苦，應該多休息。變臉真快。歡迎回國，晚上陪我去一個畫展。剛回來，不去。客戶主辦，你工作室想不想接他們明年的文化項目？幾點？7點。只談工作。當然。蘇姐，這個月3個項目同時回款，財務問要不要擴大團隊？先招2個人，不要一下子鋪太大。您明明可以直接砸錢，那叫花錢，不叫經營。受教。還有，今晚顾岩畫展主辦方說，希望我們下季度一起做城市藝術公益項目。先看內容，不看名氣，有名不代表適合合作。那您為什麼把邀請函看了3遍？我什麼都沒說。你今晚跟我去當燈泡，當工作人員，明白？拿工資發光。蘇姐，這個社區女性影像項目預算不高，回報也一般，真接嗎？內容好就接，但另一個奢侈品牌活動利潤高3倍。不衝突就都做，衝突就先做我們喜歡的。老闆有錢就是任性。再說老闆有錢，扣你下午茶。老闆有審美。蘇總，晚上畫展開幕，去不去？不去。你上次也說不去，你現在除了工作就是種花。種花挺好，人也得認識新的。你又要給我相親？不是，就是畫展，主辦方是我們客戶，你必須去。必須？對，商務活動。那為什麼你手裡拿着2張 VIP 酒會邀請？工作需要。你最好是。你站這幅畫前10分鐘了。有規定不能看10分鐘？沒有，我只是好奇你在看什麼。看他為什麼明明畫的是晚上，卻不讓人覺得冷。可能因為畫的人當時心情不錯。你認識畫家？算認識。顧岩？你也叫顧岩？巧了，我就是畫畫那個。蘇晴。你沒問我這幅畫多少錢？看畫為什麼先問錢？好問題。你喜歡莫奈？喜歡他畫水面。梵高呢？喜歡，但我不適合把星空掛臥室。為什麼？容易失眠。第一次聽見這麼實際的藝術評論。藝術也得住進房子裡。那你家牆上缺畫嗎？缺，但我不買今晚這幅。為什麼？太貴。你都沒問價格。
能在这个展厅正中间掛着，就不会便宜。那如果我送你，第一次见面送太貴的東西不合適。那我請你喝杯咖啡總合適。看咖啡多少錢？15塊。怎麼了？換一家。15這個數字我不喜歡。那28塊可以嗎？可以。你對數字有忌諱？有過一段不太愉快的經歷。不想說可以不說。你不好奇？好奇，但好奇不是審訊許可證。你做什麼工作？文化項目，小工作室。賺錢嗎？抱歉，問得太直接。沒有，我只是沒想到你這麼快問錢。因為藝術行業的人如果不談錢，很容易餓死。我不覺得錢髒，只是錢應該是工具，不該是秤。你談過因為錢分手的戀愛嗎？沒有。我爸媽窮的時候感情很好，後來家裡條件好了，還是天天為誰洗碗吵架。我很早就知道，錢能解決生活問題，解決不了人。你家現在條件很好？還行。蘇姐，那個畫家又來了，他來談合作，連續3次談合作都帶咖啡。今天不是15、32。你記得到清楚。避免踩雷。社區女性影像項目，我可以提供一組插畫，不收創作費。不行。為什麼？專業勞動就該付錢。還有，週6有個公益兒童畫室，我缺一個幫忙發顏料的人。這是約會？如果你答應，就是。如果我不答應，就是我自己去幹活。好。好是什麼意思？週6見。顧老師，我把太陽畫成藍色行不行？當然行，你的太陽你做主。姐姐，你是不是顧老師女朋友？不是。還不是。我說錯了嗎？哦。先畫你的。吃飯？可以，我請。為什麼你請？上次你請了咖啡。你算這麼淺？抱歉，我不是說這樣不好。我以前也跟一個人什麼都算不清，最後他用15塊告訴我，最好還是算清。那今天 AA？可以。等哪天你覺得不用算這麼清的時候，我們再換規則。你不問15塊是什麼？你想說的時候自然會說。如果我永遠不說，那15塊就是15塊。兩位誰買單？AA。好的。我發現我們在錢上挺有默契。至少不會因為一頓飯分手。那要什麼程度才會分？欺騙、輕視，覺得對方配不上。聽起來標準不高。有人做不到。那我先申請一個試用期。什麼試用期？追你的試用期。我不問你過去，不問你有多少錢，不要求你馬上相信我。你覺得舒服，我們繼續。哪天不舒服，直接告訴我。這麼理性。成年人談感情，真誠比套路省成本。試用期多久？由甲方蘇女士決定。先1個月。成交。試用期第1條，別動不動談成交。蘇姐，你認識的顧言是這個顧言嗎？哪個？7歲數一幅。我看見了，他不是跟你說畫畫餓不死嗎？確實餓不死，這叫餓不死，這叫吃金箔。我先聲明，我沒有故意騙你。你說你家條件還行？是還行。你說你畫畫夠不餓死？也沒錯。一幅畫7位數。那是拍賣價，不是每幅都這樣。好，我交代，我這些年作品賣得不錯，有工作室，有投資，也有一些版權收入。為什麼不告訴我？你也沒告訴我6000萬。我不是故意用窮畫家身份測試你，我只是很討厭第一次認識一個人就先遞資產負債表。那你知道我6000萬以後為什麼還是沒說？因為那時候說其實我也挺有錢，聽起來像在競價，而且我怕你覺得我在證明我配得上。你不需要證明。你也是，所以我們現在算扯平。不能這麼算，你隱瞞重要財務情況，扣試用期表現分。扣多少？10分。滿分多少？100。我現在多少？95。那我是不是轉正了？誰說的？
1個月早過了。那你怎麼不提醒？怕提醒了被辭退。正式男友，合作愉快。這次能說成交嗎？不能。既然轉正了，有件事提前說。你又要交代資產。以後我有時候連續話幾天可能不回消息，不是冷暴力。那你提前告訴我。好，你工作忙的時候也一樣。還有，別把備用鑰匙給我。為什麼？我們剛正式在一起，我不需要用能不能隨時進你家來證明親密。有道理。不失望？有一點。那你可以說。我本來覺得把鑰匙給你很浪漫。浪漫，只是我現在更喜歡慢一點。青青，我刚才看見一個人。誰？周凱，他好像跟公益機構來做志願服務，要不要我讓工作人員？不用。你不怕他又來？1年了，如果他還沒學會邊界，那就繼續讓律師教。好久不見。好久不見。我只是來幫忙，不知道你今天也在。基金會做得很好。謝謝你還留了我的名字。那是過去的事了。我現在重新工作了，工資不高，但夠生活。挺好。我媽也在接受治療，我弟回學校了。希望你們都好。你要結婚了？蘇晴，他知道6000萬嗎？抱歉，老毛病。知道。那就好，你先走。周凱，以後別再用錢判斷一個人值不值得。我知道了，就是學得太貴。你今天不是有展覽？好了，主办方沒打你？我自己的展，誰敢打我？所以你把我叫回來幹什麼？坐。沒有花牆，沒有攝影師，沒有朋友躲着。沒有。那你這麼緊張幹什麼？因為我要問一個比拍賣價格還難的問題。你還是買戒指了？先說明，怕你嫌不貴。你怎麼知道我想價格再決定？蘇晴，我不能保證這輩子永遠不犯錯，也不能保證永遠不吵架。開頭就這麼不吉利。但我能保證，遇到錢、工作、誘惑、困難，我先把你當同伴，再把問題當問題。你的6000萬是你的，我的話，我的收入是我的，以後我們一起掙的，一起花的，再一起商量。很像婚前協議宣讀。因為我想讓你安心，我有一支畫筆，一個還算有趣的靈魂，還有一顆願意跟你一起把日子過下去的心。這句怎麼這麼熟練？背了1周。你願意嫁給我嗎？戒指多少錢？8600。不是15。絕對不是。那我願意。你剛才嚇死我了。婚前第一課，別怕談錢。收到。答應了嗎？不是說沒人躲着？他自己來的，我真沒安排。我們沒攝影師，就是聽牆角。我這算不算違約？算。賠多少？今晚洗碗。成交。我們家顧言從小就不會說漂亮話，辛苦晴晴多擔待，不會說漂亮話好實在。媽，我求婚詞背了1周。那是因為你平時不會說。今天不談誰家賺多少錢，也不談2個人過日子，別在順的時候忘了難的時候，別在有錢的時候忘了沒錢的時候。叔叔，我記住了。還有，吵架不許摔東西。我只摔過畫筆。他那畫筆比我手機貴。以後也不摔。你的婚前資產單獨歸你，我的歸我，共同賬戶按雙方約定比例投入。你沒有意見？有，共同賬戶裡不許出現15塊的單筆轉賬。我是認真的，這個數字不吉利。你現在比我還迷信。創傷後遺症替你得的。如果一杯咖啡15，買2杯30，只有15現金。我再補15。行，寫進附加條款。蘇女士，去年那筆項目已經幫助第一批孩子順利升學，今年顧老師又捐了一組作品做公益拍賣。他出錢，我出畫，家庭分工。誰說我今年還出錢？今年走公司公益預算，今年工作室項目盈利，走公司公益預算。
蘇總厲害。为什麼太陽這麼大？因為天亮了呀。我本來準備了一大段，後來覺得沒必要。錢多的時候，我們一起把錢用好；錢少的時候，我們一起把日子過好。誰都別拿數字給對方標價。新娘呢？我也一句。以後如果你中彩票，先給你打電話。然後不轉15。好，那就一起回家。算什麼？一張過期賬單。多少錢？15。這麼大一筆，捨得？捨得。